大家好，关于芹菜种植有个说法，略覆土可以帮助生长，而若是采用地质的方式，就可以省掉这个步骤了。而这位置虽然是采用地质，却仍然进行覆土的原因呢，是因为要多加以反复利用原地的土壤。这种就地利用的方式，对于需要进行覆土的作物呢，也是一种解决培土来源的办法。由于青葱种植需要反复进行覆土，葱柏的长度才有办法越来越长。而因为只是家庭种植，青葱只要长到一定的粗度呢，就可以把它们拉拔起来。拉拔的时候要牵子往上拉，才不容易拉断。拔起来后就有多余的土壤可以帮芹菜进行覆土。简单帮青葱做个分离，挑出比较细小的茎呢，就可以原地再次种下。若是种植的地势比较高，不会淹水，此时就可以挖深一点种植，所需要的培土自然就可以少掉许多。而特别提醒一件事，春天种植的青葱一般建议要种浅一点这是因为雨水多，容易发生烂根的现象，所以若不是疏松的土壤，得地势高一点才容易克服。而土壤反复高度使用的方式呢，若是怕地力被消耗殆尽，可以选择不同的作物轮作。不同的作物对于土壤肥力、稀有元素消耗也会不同，而要还原土壤的地力，增加土壤的稀有元素就很重要。至于该如何平衡地力，可以试想深山里大树下的状况深山里的大树没有施肥，却可以生长到那么高大，残枝落叶与土壤的微生物菌就很重要。但因为我们只是家庭种植常听说的增加土壤有机质就是很有效的办法。这也是青葱种植前在土里加入了草木灰炭的想法。不过草木灰炭的用途众说纷纭个人的另外一个目的是要增加土壤的疏松度与控制土壤湿度有些东西呢，或许很营养，但是过量总是容易出现问题。尤其叶菜类若是使用草木灰，或许可以让菜长得非常好看，但是有些作物却容易出现纤维比较粗、不够细嫩的现象。因此在生长前期使用草木灰问题不大，进入中期后，叶菜类建议还是以氮肥为主这在种植高丽菜上会有很明显的感觉，可以避免掉重看不重吃的窘境而草木灰也不是如此不堪不好用使用时机很重要，比较好的用途则是在果树上现在进行添加的是咖啡渣酵素，咖啡酵素主要是氮肥而这比相对用果皮、菜叶类做的环保酵素有个很大优点在发酵时不但不容易引来蚊虫，还可以闻到咖啡甜香的浓烈味道。这是经过18天后的田尾芹菜生长状况，另一侧的则是美国芹菜现况这两个区块都是种植在日照比较充足的位置。一旁的芦笋目前已经开始自己又冒出头了，目前就是先让它们自由生长，
等长出更多枝条后，再进行调整想要留下的母茎啊。而这种植在墙边几乎没有日照的美国芹菜呢，生长的状况却明显高大许多啦。不知是受到墙边挡风或是低日照的效果就是啊。以上分享，谢谢收看。